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脸上有此特征注定一生穷困。一个人命中有多少财，往往都和很多方面的因素有关，其中和面相便有极大的关系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面相往往影响着一个人的运势。那么穷人的面相有哪些特征呢？富人的面相又是什么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9种贫贱的面相特征。鼻子肉薄。鼻子为面相财帛宫，此宫非常重要，尤其喜欢肉厚不宜薄。在实际预测中发现了大量的穷人之所以穷的原因，都是因为鼻子上的肉薄。如果准头比较尖锐苦削的，则更容易贫困；如果法令线不深刻，长度也短缺的，再配合上这样的鼻子，那么则更是穷苦之相了。耳朵薄而露骨。其实传说中反骨耳并不可怕，怕就怕在露骨且薄，尤其是如果看着直接红色通透，似穿到另外一边的半透明耳，那么这一种一定是幼年运艰辛的穷苦面相之一，非常准。眼睛无神韵。菜鸟看面骨形，高手看精气神儿。如果神韵没有的，哪怕面骨形再好，但富贵格局上的档次已经被限定。如果面骨形状都不好，再加上无神韵的，则更严重，为贫苦面相。其中眼为心之苗，能不能突破贫苦，关键还在于眼睛。通常没有神韵的眼睛，也是没有扭转乾坤的智慧的。鼻梁低。鼻梁代表意志力和抱负，鼻梁低的人一般很容易服输或者放弃。鼻梁高的则相反，实际观察中发现，所有的鼻梁高的人都具备坚定信念、不服输的精神，而这样的人也往往会走向越挫越勇、奋勇拼搏的道路。人生最后即使碰到困难，也会被自己所克服。反之，如果鼻梁低，则相对没有克服困难的能力，因此也很容易贫穷。山根低陷或有横纹。山根低陷的起步艰难，没有根基和祖业，而山根处有横纹的，易招致凶祸或者惨败，从而倾家荡产，亦属于贫穷面相特征之一。日月角过窄。日月角是父母运，也主祖先运。如果祖先运气不好，那么相当于投胎已经失败了一次，要付出的代价是拼爹拼不过人家，那么做什么事情都要完全靠自己的努力。这时候重点是鼻梁，如果不够高的话，拼搏也拼不过人家，那就完了，很容易贫穷下去。下巴过尖。地格方圆与天庭饱满一样重要，为了通俗便于理解，这里用现代语下巴过尖来描述它，这也是种不太好的面相之一。下巴代表晚年运，有这种面相的人易晚年贫穷。牙齿外露。俗话说笑不露齿，牙齿外露亦属于贫穷面相特征之一。牙齿向外飘，大多不聚财，因为嘴巴是人身体重要的能量摄入系统，如果该系统成了能量输出，则会与宇宙的规则相反，想赚钱也难免碰到阻碍。不过在实际观察中，牙齿向外飘的大多只是不聚财，耗财严重。男生女生或者男生男生，此为相生的部分。男生女生则男生男生属于阴阳颠倒的特征，不吉。如果男人声音相似女人声音，必然缺乏阳刚之气，阴气过甚；女人的声音似男人同理。现在社会流行什么女汉子，而且很多女孩子以此为荣，觉得这是一种个性，并不去改变，使得自己拥有女性的温柔。殊不知这是一种破败之相，原因是因为违反了宇宙的阴阳规则。10种富贵的面相特征。耳肉贴面。耳在面相学中代表了福运，
若是耳垂有肉并且贴向面部，通常代表了一个人的忠诚度和配合度都很高，是个靠谱的人。而且这种特征也反映了其人对父母孝顺，耳根子软，心有善念，喜欢倾听，并且为人颇为周到。而这种人放在任何岗位上都是不可或缺的人才。若是从商做生意，必能以诚为本，广受赞誉，想不发财都难。2. 眉毛柔顺且清秀，这种人从外表中看起来，往往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，让人喜欢亲近，从而给自己增添人气。此特征的人往往具有很好的偏财运，适合经商，容易发财。3. 齿白整齐，嘴相是面相学里很重要的一个表征。一般来说，皓齿如玉是最佳的面相，代表其人作风正派，为人阳光。若放在生意场上，其人必是诚信靠谱，管理能力极强的。这种齿白且整齐的人通常说一不二，信守诺言，对事业忠诚，对伙伴忠诚，必能干成一番大事业，飞黄腾达发大财是必然的。4. 声腔目光，声腔目光指的是一个人声音铿锵有力，目光炯炯有神。拥有这样面相的人，通常在待人接物方面有礼有节，说话做事掷地有声。若是从商的话，一定是诚信正直的生意人。而眼泛真光，声如鸣钟，都会给人一种非常确定的安全感，让与他们一起共事或者合作的伙伴非常的安心，所以一生必能获得名利双收，财帛丰厚。5. 鼻翼丰隆，鼻梁挺拔，男人的鼻子代表其事业财富，女人的鼻子暗示自己的丈夫。因为对于女人来说，嫁个好男人就是一份好的事业。鼻梁代表的是赚钱能力，所以必须挺拔高起。若是塌陷歪曲，则赚钱能力差，不能吃苦，意志力薄弱，经不起挫折。鼻梁挺拔，再配合丰隆的鼻翼，则既能够赚钱，也能够存钱，自然而然的就富贵了。6. 眼睛黑白分明，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，也就是说，眼睛就是一个人灵魂的窗口，从眼睛可以看见一个人的精神状态。没睡醒时，你看他的眼睛肯定是暗淡无光的。若是一个人随时眼神都是有光亮有神的，则代表精神状态非常的好，有一种打拼的气势在。这种人一般不会服输，聪明有洞察力，喜欢观察身边的事物，善于发现机会。7. 眉棱骨凸起，眉棱骨即是眉眼骨的位置，眉棱骨凸起又有肉包着，属大贵之象，代表此人奋斗心极强，毅力过人，故都能在事业上有一番大成就。白手起家的富商多有此特征。8. 下巴丰满有双下巴，下巴丰满或者轻微有些双下巴的人，相处起来很容易。男性财运旺，不动产多，女性旺夫兴家，德高望重，并且都是晚年幸福快乐的面相。下巴主晚年运，圆厚的下巴上如果有善痣，则晚年安康，子女贤孝。9. 额头饱满方正光亮，不论男人还是女人，只要是额头饱满方正，就没有穷人。额头代表一个人的智慧和意志力，若是饱满，则事业亨通，求财如意。这类人聪明好学，做事情比较果断，不拖泥带水，智商很高。若是加以努力，事业上面必定会有一番作为。如果再配合颧骨圆润，则很容易得到贵人帮助，财运会自动找上门来。10. 双唇饱满红润，唇色红润有弹性，并且口的轮廓清晰漂亮的人，容易有异性缘，时常会获得异性的青睐，并且具有一定的语言天赋，能够用自己的语言魅力来征服另一半。这种唇相的女性很大可能嫁入豪门，并且恋爱顺利，婚姻美满，属于富贵好命之相。从一个人的面相往往可以看出是否有财运，不过我们在后天的过程中也要努力上进，否则穷则更穷，富则败光。
好了，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男人10大贫贱相，注定一辈子穷困潦倒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机会的。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不同的，通过一个人的面相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未来的命运情况。那么男人的10大贫贱面相有什么特点呢？男人10大富贵相又是什么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一、男人10大贫贱相。一、身轻体摇，在体相学里，抖腿是非常不好的习惯，会抖掉自己的好运。所谓男抖穷，女抖贱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不管男人还是女人，无论是站立还是坐卧，身体某个部位老嘚瑟，就是老不能静止。好不容易坐一会儿，腿身子就抖个不停，有多少财富这样给嘚瑟完了。2、瘦而无神。如果一个男人看起来非常瘦弱，甚至达到了骨瘦如柴的程度，而且眼睛没神儿，黑眼珠看起来极为涣散，那么这类男性就是典型的贫贱之相，在日常工作赚钱的时候没有激情与活力，日子过得很贫穷。3、下巴短窄。下巴代表着一个人的晚年运势，可以反映出一个人50岁以后的运程如何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短窄的话，这种人做事儿往往缺乏沉稳，性情急躁，做事儿也是总是虎头蛇尾，缺少坚持和毅力，吃不了苦，遇事儿容易慌乱，也经不起挫折的打击，很难让身边的人信服。事业上也是说得多做得少，行动力比较差，难有什么成就。晚年财富不稳，容易落得个孤独无助的结果。4、鼻子塌陷。鼻子是财根，有个好鼻子，女人可以嫁个好丈夫，男人可以有个体面的事业，就算运气不好也能有好的平台。鼻子扭曲塌陷，山根断裂，鼻尖下垂，都主产业来去如平，没有办法守护好自己的事业运势。5、弓腰驼背。中国人是十分讲究个人姿态的，所谓站如松，坐如钟，行如风，卧如弓，讲的就是一个人要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。如果一个人身高而直，昂首挺胸，在体相学里就是贵气。如果本身身体上没有什么疾病，但站立时就探头驼背，视为不吉。特别是男人勾头下看，老是像在地上找东西一样，更为不吉。年纪轻轻早年探头勾头，注定一辈子穷困潦倒。6、两腮无肉。男人如果两腮无肉的话，说明他们各个方面的运势都不是特别如意，难以聚财，没有办法赚到大钱，生活质量很低，在职场中经常会处于卑微的状态，到了中年的时候可能还会彻底失业，家里的经济状况会变得越来越差。7、双眼无神。眼睛为肝气的外柱，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、脾气和精气神儿。眼睛也是一个人心灵的窗户，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和思想。如果一个人的双目无神的话，看上去整个比较呆滞，好像整天睡不醒的样子，做事儿也很难专心，思路也不够清晰，缺乏判断力和决断，做事业很难坚持，整个人没有什么大的志向，做什么事儿都很难成功，财运也比较差，尤其是到中年的时候会比较辛苦。8、印堂塌陷。印堂塌陷也是典型的贫穷面相之一，但凡是印堂塌陷面相之人都不会是有钱的富贵人士，只会是一个贫穷无福之人。因为印堂为命宫，关系着命运的吉凶，关系着福气的好坏，关系着财运的情况，而印堂塌陷是不好的面相特征，这样的面相特征的男人注定贫穷。9、眉毛太粗。眉毛太浓太粗并不是好的面相。如果一个男人的眉毛又浓又粗，且眉毛低，有眉压眼的情况，那么这样面相特征的男人，此生只能是一个贫穷的人。10、额头又窄又小。额头与一个人的福气有着紧密的联系。如果一个男人的额头又窄又小，此乃无福的面相特征。也就是说，这样额头面相的男人注定是一个无福无禄的人。另外，
外，额头窄小塌陷也说明一个人的运势坎坷，命运不佳，财运不济，所以他们也会是一个穷人。2. 男人10大富贵相。1. 发质光泽闪耀。俗话说10个光头9个分富，这并不是字面上说光头就会富贵，而是指男人的发质不需要太过乌黑浓密，但是给人的感觉一定要光泽闪耀。透过发质的好坏能看出这个男人的身体素质，如果杂乱无光泽或地中海的肾脏方面不佳，肾脏不佳的人情欲重，却担当执行力不行。有财也容易因情失财伤身，所以发质有光泽度的男人健康，精力充沛，交际能力也广阔。这样的男人不会错失机会，抓住商机，很容易财运临门，富贵通达。2. 下巴圆润。下巴是人的地库所在，也是一个财宝的仓库。下巴圆润的男人豁达明理，做事不拘小节。奴仆宫在下巴的两旁，面相学中代表着统御能力。下巴圆润，奴仆宫丰满有肉的男人，领导能力非凡，也懂得如何恩威并施，下属自然愿意服从命令。所以这类面相特点的男人在事业上容易做强做大，事业越大，聚财能力越强。3. 有北斗眉且眉毛浓密。眉毛浓密主福寿，生命力顽强，志气较高，做事情比较坚定执着，容易成事儿。北斗眉的太多是眉毛宽长，尾头略弯，眉尾下垂。北斗眉也被称为寿星眉。拥有这类眉相的男人足智多谋，品行端正，深得人心，做事不极端，做事也沉得住气，对事业有理想。加上眉毛没有逆长的话，他们的人缘很好。往往这种面相特征的男人对金钱管理能力较强，而且守财能力也不错，多为高寿之人，能富贵一生。4. 鼻梁挺直，鼻肉丰满。男人的鼻子不仅代表事业，还代表着财运。鼻子直的表示他心正而不歪，鼻头大，鼻翼丰满又不漏孔的，不仅财运好，还不大手大脚花钱，擅长理财投资能力也强，财力越来越雄厚。如果鼻子很高见骨或起结的太自我，合作容易多争执。鼻子歪的话，更加容易因财失义，反目成仇。如果鼻子低陷无肉或者有疤痕，则说明此人财运欠佳，事业运势差，难成就大事儿。5. 眼神坚定。一个人如果两眼有神，目光清澈，这是会富贵的面相。如果两眼中黑白分明的话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双眼有神，目光坚定的男人正直，做事有毅力，行事有主见。他们虽然平日里话不多，但开口觉得是句句铿锵有力，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，遇事儿也是荣辱不惊，给人一种很亲切和信任的感觉。不仅自己能有官运亨通的机会，事业有成后也愿意提携点拨别人，给别人也带来较好的好运和财运。6. 唇形漂亮，饱满肉实。嘴巴代表食禄运和享受能力的多寡，嘴大吃四方也代表一生拥有的物质财富。上下唇形状适中，嘴大且肉实的男人讲诚信，说到就能做到，为人实在，做事能力也强，而且懂得分享，前途无量。家运兴旺后也不忘本，很疼惜爱人，有原则性，绝对是富有又可以依靠的好男人的一种。7. 耳大有垂珠。耳朵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福禄，双耳贴脑且耳珠朝口，耳轮不外扩的男人有福分，加上耳朵大有耳垂的有佛缘，为人善良，重孝道，重礼仪，运势好且稳定。这类面相特点的男人在事业多贵人相助，一生顺心如意，事业蒸蒸日上。8. 天庭饱满有弧度，印堂宽阔无杂纹。富贵面相中，天庭反映出人的前途工作运和根基以及智慧。天庭饱满具备的条件是额头光洁无伤疤，没有太多杂乱横纹和坑洞的男人。侧面看要有明显的呈圆润的弧度。印堂代表权力与魄力，印堂开阔的人一生进贵。这类面相组合的男人不仅智商高，情商也很高，敢做敢当，做事大气，有很好的贵人运，事业容易受贵人辅助提携而青云直上，步步
高升。9、颧骨高而且腮骨饱满。面相学里，颧骨代表的是掌控能力和对权力的欲望大小，但也不代表颧骨越高权力越大，而是要颧骨微微平满有势，或者法令纹比较清晰的是做官的必备面相。如果颧骨塌陷的男人一生难为官，腮骨代表的信义，腮骨饱满，耳后不能见腮，腮骨饱满搭配国字脸面型的人，不仅忠诚度好，重情重义，能得到很多人的拥护和爱戴，有做官的命。10、天仓无杂纹并且平满。天仓代表着人储蓄能力和赚钱方式。天仓是相学中的专业名称，通俗讲就是太阳穴。男子的太阳穴平满有肉，在心理和生理方面都比较成熟，处事稳重，有着非常稳定的经济基础，大多能够积聚金钱。饱满无杂纹遏制的话，代表着这个男人的财气充裕，不爱投机，喜欢靠自己能力稳扎稳打，没有大的破财危机，自然经济状况理想，早晚能富贵。相反，太阳穴凹陷杂纹多的男人多半是好逸恶劳，喜欢走捷径，偏好赌或投机者，输多赢少的穷苦相。以上就是男人的10种贫贱，10种富贵相，你有哪一种？运3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10种劳碌无福的法令纹面相。法令纹是一种常见的脸部皱纹，从面相学上来说，法令纹的出现会影响健康、婚姻以及性格。生活中每个人法令纹的形状都略有差异，但因此每个人的命运也会有所差异。那从面相角度分析，哪种法令纹面相富贵享福呢？哪种法令纹代表自身运势欠佳呢？小酱汁接下来就给酱友们具体分析一下。1、富贵享福的法令纹面相。1、法令纹八字形。法令纹长得像一个大大的八字的人，看起来没有多少野心，对于名利不是很在意，自己的得失成败也并不太看重，一切都是讲究顺其自然，不喜欢去争取，对失去的也不太上心，总是一副很容易满足的样子。不过这种面相的人人际关系很好，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人都愿意跟他们打交道。其实他们这种心态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所拥有的，因为他们总是能够很轻松的状态下就把一些事情给搞定，这可能是一种更高境界的能力，所以他们在事业上发展的也比较好，尤其是在中晚年以后更可以享受荣华富贵。3、法令纹长过嘴角。法令纹长得特别长，已经长到嘴角下面去了，甚至是涵盖住整个下巴的部分。这种面相的人脾气性格都比较古怪，平常跟人相处的不是很好，有时候会因为自己的脾气而得罪人，自己还不知道。这种面相的人有些自以为是，以自我为中心，常常忽视了别人的好以及一些优点。他们当中有更加过分的就是口舌纷争，总是因为不会说话或者是脾气暴躁而嘴巴不饶人，说了一些伤害别人的话，所以他们平常的敌人多朋友少。不过这种面相的人身体状况很好，是可以长寿的。3、法令纹深长。法令纹的2道线纹长得很深很明显，而且还比较长的人精力充沛，头脑灵活，遇事冷静，思路清晰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遇到问题都可以很冷静地分析，并且做出最正确的判断以及解决方法。他们这种有条不紊的做事风格很招人喜欢，也能够得到领导或者是上司的赞赏。这种面相的人大多在学业上都有所成就，他们好学、勤奋，喜欢钻研，能够成为某一领域的领军人物，受到别人的尊敬。而且随着年龄越大，名利和财富也就会越积越多，一生荣华。4、法令纹有分叉。在面相学中，如果说法令纹有分叉的现象，那都被说成是金缕纹。所谓的金缕纹当然就是富贵相了，说明此人具有雄才大略，是难能可贵的商业奇才，要么就是政治领袖，不可多得。有这样面相的人气度不凡，精明强干，在生意场上很有一套，也很吃得开，同时他们又具有交际手腕，
不管是经营事业还是从政，都是做得风生水起，是别人眼中的精英版，很是让人羡慕。5. 法令纹开阔。一个人的法令纹长得开阔，法令纹如钟，则这样的人行事非常的有魄力，自己的财运会比较的旺盛，赚钱的门路比较强，心胸开阔，也会拥有社会责任感，而且这样的人也会精于社交，能够深刻的明白自己想要点什么，所以一般拥有这种面相的人日子都不会太差，会得到贵人的点拨，注定能够成为大富大贵之人。2. 比较苦命的法令纹面相。1. 法令纹不明显。法令纹不是很明显，有的甚至都看不见那2条纹路，这是平民百姓的面相，没有多少过人的才智，也没有什么贵人运，平常做事只能靠自己一点一点的往上爬，而且这种面相的人没有多少追求，对自己的工作或者生活也没有规划，更不会去设定什么目标，日子过得特别平淡，所以很难有机会升迁。他们平常做事都比较被动，如果没有人在背后推他们一把的话，将一辈子平平淡淡。2. 法令纹有横纹。法令纹有横纹，也就是法令纹像是被刀划过一道一样，在相学上的意思就是财路被人拦腰斩断，表示这种人的亲朋好友无靠，凡事只有依靠自己。有此面相的人看重利益，为了自身的利益会变得不择手段，有时甚至是以伤害别人为代价也在所不惜，所以他们的人际关系很差，遇到事情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帮助他们。需要提醒一下，就是时刻注意自己身边的小人，因为树敌太多，难免会招来报复。3. 法令纹早现。一般来说，人到中年时期，法令纹才会慢慢变得明显。如果一个人年纪轻轻时，法令纹看上去就非常明显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出身的家境不是很好，所以需要在很早的时候便进入到社会中去打拼，而且家中也不能给他们提供太多的帮助，凡事都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，所以早年时期比较的吵扰辛苦。而中年时期仍然没有法令纹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前半生过得比较顺利，但守到中年时难以获得太大的成功和社会地位，后半生过得较为艰难。4. 法令纹短小。如果法令纹长得又短又小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意志力不够坚定，做事缺乏坚持，喜欢半途而废，没有上进心和责任心，思想和心理方面也比较的幼稚，考虑事情不够成熟，做啥不成，注重安逸和享受，不懂得挣钱，就知道花钱，属于典型的败家子面相。不过这类人的唯一好处就是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都比实际年龄年轻10岁以上，如果能落地努力，必可拓展运势。5. 法令纹出现断裂。如果一个人的法令纹从中间出现断裂，分为上下2段的话，这种人父母缘比较浅薄，从小就开始吃很多的苦头，经受很多的困难和挫折，慢慢被生活打击的自信心严重不足，意志力也比较薄弱，性格方面也会变得较为软弱，遇到困难就喜欢逃避和退缩，越来越没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。即使是自己白手起家去创业，也是磨难重重，想要获得成功，需要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才可。6. 法令纹左右对称。不论是法令纹还是五官，在相学中都以左右对称为佳。如果不到20岁的年轻人长有2侧对称的法令纹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亲缘淡薄，父母双亲不能在事业方面给予他们帮助，事业方面难以获得成就。若是中年人的法令纹左右2端对称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工作很有热情和干劲儿，做事认真负责，工作能力出众，老年时事业和财运都能够更上一层楼。而法令纹如果2边长短不一样的话，这种人一生运势起伏比较大，事业和家庭不稳定，一生操劳奔波。7. 法令纹入口。在相学中，我们通常会把法令纹入口称之为腾蛇入口。这种面相的人经常会因为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而陷入到焦虑之中，说话容易得罪人，人缘非常差。这种人几乎没有什么爱好，也没有责任心，干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，一生财运非常差，不努力的话吃不饱，属于天生贫穷之相。
而且法令纹入口主饿死。一般拥有这种面相的人，为人非常的小气吝啬，与人的相处时候也不懂得包容，对自己的运势有非常大的影响。命中主凶，自己晚年的生活也会非常的艰辛，容易有大病小病缠身。所以一般拥有这种面相的人身体不佳，尤其是脾胃虚，寿元也不长。8. 法令纹过窄。在相学中，若是法令纹的位置长得过窄，向嘴巴的位置靠近，则这样的人社交能力不强，也不懂得变通，做事也没有魄力，从而导致钱财运势比较差，财运也不强，在金钱方面也不好。所以这样的人在事业上的格局会非常的小，也没有太好的个人发展，一辈子都会过得比较艰辛。9. 法令纹比较淡。在面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法令纹长得非常的浅，看起来比较好像是没有一样，则这样的人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都会非常的自我，也不懂得约束自己，做事也没有主见，非常容易受到身边人的影响，自己的处事能力也不灵活，是事业上过于死板，个人的发展也不会是特别的好，只能是过苦日子。10. 法令纹两边长短不一。这样的法令纹一般代表父母的寿命不等长，一方过早去世或者身体不好，事业上起伏变化多，一生似乎都在为了家庭而奔波，工作也是一换再换，没法稳定下来。左边法令纹长，主业出色；右边法令纹长，副业出色。左边法令纹短，妻子身体欠佳；右边法令纹短，情人事业无成。法令纹面相和运势相辅相成，如果形成不好的法令纹，可以通过除皱的方式去除法令纹，使不利的运势远离自己，让自己的工作、生活、家庭、财运都能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